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打破了人们的生活和节奏，导致很多体育赛事举步维艰。就连 UFC 终极格斗也不得不采取闭门作战，来确保拳手和观众的安全。没有了观众激情的呐喊声，只剩下拳头和脸的碰撞声。甚至在白老板的带领之下，比赛战场也转移到了特殊岛屿，它就是阿布扎比格斗岛。除此之外， UFC 八角铁笼在这一年也发生了很多难忘的瞬间。精通18般武艺的叶师傅托尼·福克森曾经用6年时间打下了12场连胜，就在这一年被贾斯汀·盖奇彻底终结。这一年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小鹰哈比布的退役，在战胜贾斯汀·盖奇后，带着眼泪和不舍，带着29战不败记录，放下拳套卸甲归田。如果这些精彩的对决、史诗级的瞬间你都通通错过，那也没有关系。2021全新的一年，更精彩的 UFC 比赛已经在悄悄来临。今天的这支影片，大师也将带你了解新年第一场重头戏——嘴炮康纳·麦格雷格对战钻石达斯汀·普瓦雷尔。时间1月24号，地点阿布扎比格斗岛。时隔7年再次交锋，轻量级的顶级对决，这一战也将影响轻量级的未来走势。钻石哥化茧成蝶，还是嘴炮重登王位？2014年 UFC 178，嘴炮和钻石的第一次交手。当时的双方初到 UFC， 还没有升级为人父，还没有如今的功与名，嘴炮还没有双冠王的加身，钻石也没有像现在如此闪耀。两位年轻人都在羽量级，用自己的方式为梦想打拼。25、6岁的年纪，针锋相对，年轻气盛。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双方只要一见面，就会上演一场水火不容的戏码。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气盛叫年轻人吗？面对心理战大师嘴炮，再加上言语的不断挑衅，钻石的怒气值直接拉满，也让这场对决不仅要打，而且还要狠狠地打。快速来到这场比赛，心理战大师康纳·麦格雷格对战满格怒气值的达斯汀·普瓦雷尔，双方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甚至裁判都说如果不愿意碰拳就算了，结果真的就这么算了。比赛正式开始，嘴炮一记撩骚腿问候，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右手侧距，左手准备，转身后蹬却被绊倒。此时的嘴炮正在苦练巴西的战舞卡波耶拉。比赛仅用了1分多钟，钻石哥就被击倒在地，钻石哥却成了华丽腿法的试金石。或许是之前的挑衅让钻石在比赛中失去了理智，嘴炮轻松地粉碎掉这颗钻石。全场爱尔兰拳迷再次见证这位嚣张嘴炮的可怕实力。之前的种种口头嘲讽都在握手之后烟消云散。或许正如嘴炮康纳所说，这一切都是生意。嘴炮也用比赛结果实现了赛前吹下的牛逼。So I said I'd knock him out in the first round, and I knocked him out in the first round. You can call me Mystic Mac because I predict these things. 获胜后的嘴炮在职业道路上高歌猛进，比赛前花式嘲讽对手，比赛时左拳炮轰对手，他就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划过之处必定伤及一片。2015年，嘴炮康纳对战丹尼斯西弗，第2回合 KO 对手。对于这个结果，很多人并不意外，对手就像是嘴炮成功路上的众多跳板的其中一块。结果了西弗以后，嘴炮看到羽量级的天花板，当时的羽量级国王何塞·奥尔多坐在台下。嘴炮没有任何犹豫，跳出八角笼当场宣战。笑嘻嘻的奥尔多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稳坐了10年的王位就要被眼前这个小子推翻。嘴炮康纳回到台上，当着所有观众的面，又为自己日后的夺位再一次夸下海口。Hold on, I get me spit bucket. I'm gonna hand him my spit bucket. Tell him to go back and spit shine that belt and bring it back here. They're ready for me to take it. 2015年的 UFC 194，嘴炮对上了羽量级的霸主何塞·奥尔多。面对统治10年的老国王，嘴炮只用了短短的13秒就推翻了羽量级的王朝，顺便刷新了 UFC 历史上最快的冠军赛 KO 纪录。此战之后，嘴炮成为羽量级历史上第2位冠军，人气、地位、票子通通上涨，可谓是顺风顺水顺财神。在 UFC 如果论吸金能力，那比赛就可以分为2种，有康纳的比赛和没有康纳的比赛。根据统计， UFC 自1993年创立以来最吸金的10场比赛当中，嘴炮康纳就占到了5场。就 UFC 票房人气而言，嘴炮无疑是一根定海神针。
成为冠军后的嘴炮并没有在羽量级停留，而是连跳2个级别来到次重量级挑战极限。2016年 UFC 196对上了 UFC 有名的恶棍小麻内特·迪亚兹。内特和其他的选手不同，从小就生活在极其混乱的圈子，见惯了大风大浪和江湖险恶。面对嘴炮惯用的心理攻势，内特自动开启了免疫模式，随便你怎么喷怎么嚣张，总之都和我无关。比赛中的内特就像一只行走的丧尸，嘴炮引以为傲的左手炮拳打在内特的脸上也像失去了威力。深不见底的血池和无限的续航能力让嘴炮有些力不从心。比赛打到第2回合，嘴炮的进攻频率下降，碰上内特刚好完成充电，内特越打越兴奋，甚至出现了反扑。最终嘴炮破天荒的使用出下潜抱摔，却被8柔黑带的内特按在地上一顿摩擦。原本买票到现场见证嘴炮连胜的粉丝，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战却成了嘴炮在 UFC 的首次失败。而内特因为战胜了嘴炮，身价也随着水涨船高，在同年的2番战当中，身价直接飙升到了200万美金，超过了之前所有出场费的总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选手就算挤破了脑袋也要和嘴炮打比赛的原因。在2番战当中，嘴炮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为之前的惨败复仇。经过一番艰难的较量，最终双方打满了5个回合，嘴炮以判定的方式获胜。虽然没有 KO 或者是降服，但面子这一块也算是补回来了。这场比赛也是 UFC 高质量的2番战，和小麻做完了断之后，嘴炮空降到轻量级，在 UFC 205挑战阿尔瓦雷斯的冠军腰带。阿尔瓦雷斯也可以说是轻量级历史上最短命的冠军，金腰带拿在手128天，就在第2场比赛遇到了嘴炮。2个回合还没有打完，就被嘴炮击倒在地，心服口服的奉上冠军腰带，而自己却充当了保管员的角色。嘴炮在赢下这场比赛之后，成为了 UFC 历史上第1位同时拥有2条冠军腰带、史无前例的双冠王。还记得嘴炮的最后一场比赛吗？在输给小鹰哈比布之后，嘴炮闭关修炼1年多。2020年 UFC 第1场数字赛，嘴炮回归到8角铁笼，对战 UFC 最忙的男人牛仔唐纳德。他是 UFC 最多胜场和最多终结的保持者。在比赛进行之前，也有很多人质疑嘴炮的状态和竞技水平是否会因为比赛频率的减少逐渐被弱化或者荒废。而事实将会证明，嘴炮带来了左手之外更有威胁性、更加全面的新型武器。You're too slow and too stiff. You're stiff as a board. I'd snap you in half. Come on, man. Sit the down. 嘴炮开场就想速战速决，或许是小鹰的地面折磨让嘴炮练就了一手撞肩防击术，这也正符合嘴炮的格斗理念，精准胜过力量，时机胜过速度。嘴炮步步紧逼牛仔，用出了牛仔最擅长的高扫踢，这一腿彻底踢懵了牛仔。牛仔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即将会被 KO。嘴炮绕过牛仔的防守，左手炮拳一拳接一拳的砸向无力还击的牛仔，仅仅用了40秒，嘴炮打破了质疑声，用40秒时间告诉所有人，我还是那个嘴炮，甚至比以前更强。这场比赛也表现出嘴炮强大的战术布置和过人的执行能力，这一系列的套路也绝非临场发挥那么简单，更像是精心策划下的陷阱。嘴炮在今年的回归战完全不需要担心状态，我甚至开始期待他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惊喜。如果2020年的回归是 2.0 版本的嘴炮康纳，那么2021年的回归会不会是 2.5 版本？从不怕与人为敌，无所谓打击报复，和所有对手拉仇恨，建立人设，犀利的演技博取关注，过硬的实力打下江山，向其他对手完美诠释你们的命运由他人摆布，而我的人生由自己书写。钻石，自然界最硬的物质，在经过切割打磨之后，这颗原石才会光彩夺目。这段话也是对钻石哥达斯汀·普瓦雷尔最好的形容。反观钻石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像嘴炮一样顺风顺水。
在当年输给嘴炮之后，钻石离开了羽量级，上升到更适合自己的轻量级，并放下了狠话：在轻量级得到冠军之前，我哪儿都不会去。相对比嘴炮的迅速走红，钻石更像是踏踏实实的战士，不断的打比赛，不断的提升技术，进步速度可以称得上肉眼可见。最终通过努力和坚毅的性格，一步步成为 UFC 冠军。升重到轻量级之后，钻石就开始逐步发力，打出了一波4连胜。其中有3场比赛，钻石都是靠着一双钻石星辰拳，一拳接一拳的暴揍，一个接一个的 KO， 并且更可怕的是，对手都是倒在第1回合。2017年 UFC 211遇到了曾经的轻量级冠军阿尔瓦雷斯，这场比赛中，阿尔瓦雷斯在无意中使用出了违规袭击，导致比赛被判无结果。现场观众对阿尔瓦雷斯更是嘘声一片，而钻石哥却主动站出来帮助对手解围。Hey, don't boo this man. This guy's a champion. This guy's fought all over the world. I got nothing but respect for this guy. 2018年对上了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拥有着100%KO 率、打法至刚至猛的平头哥贾斯汀·盖奇。钻石和蜜罐谁才是轻量级最硬的选手？答案就在这场对决。比赛中，钻石多变且灵活的步伐，再配上丰富且密集的组合拳，在瞅准时机献上几记勾拳。盖奇的低扫踢技术也可谓是轻量级的一大杀器，无脑的对钻石进行低扫，企图破坏和瓦解钻石的进攻，杀伤力十足，再加上超高的频率，也让钻石苦不堪言。正所谓成也低扫，败也低扫。比赛进行到第4回合，钻石选择以重拳换低扫，你踢我一腿，我就还你一拳。强忍着低扫带来的疼痛，给予盖奇一记结实的左手拳，瞬间让盖奇感到双腿发软，整个世界好像都在旋转，逐渐放慢了移动和出拳的速度。钻石一套组合拳持续输出，一波带走平头哥盖奇。最终通过拳腿的检验，轻量级最硬的只有我钻石哥。2019年 UFC 236对上了从羽量级升重而来的冠军天佑霍洛威，持续不断的高频率输出。在以往的比赛当中，霍洛威的众多对手几乎无法在他狂轰乱炸之下存活，所以人送外号人体加特林。如果必须为钻石配上一把武器，用来和霍洛威进行抗衡，那他的反击拳应该称得上 98K。这一战为了轻量级临时冠军，你们将会看到加特林对战 98K。最终双方打满了5个回合，一致判定钻石赢下了比赛，成功拿到了轻量级临时冠军，顺便把霍洛威送回了羽量级。13场不败的羽量级冠军，通过这场高质量的对攻大战，也侧面反映出竞争激烈的轻量级水有多深。进入 UFC 打拼了8年时间，钻石哥带着临时冠军腰带，终于来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对上了整个 UFC 最无解的男人小鹰哈比布。比赛结果似乎也在预料之中，最终双方鏖战到第3回合，钻石被小鹰那变态的地面技术在笼边无情的降服。钻石虽然输给了小鹰，但这并不是丢人的事儿，因为在轻量级大家都心照不宣，无论是腿王巴博萨，还是平头哥贾斯汀盖奇，甚至是贵为双冠王的嘴炮康纳，在小鹰面前过程可以五花八门，但结果都是惊人的相似。如果真的要在这件事上分个高低，那就只能比一比这群男人哪个更持久。钻石在 UFC 经历了10年的摸爬滚打，凭借着一双钻石星辰拳，击倒了一个又一个的狠人，在狠人横行的轻量级，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也让他挤进了1线阵营。目前在轻量级的排名也稳居第2，平均每分钟 7.25 次有效击打， 47.8% 的远距离击打成功率。丰富多变的组合拳是他核心的格斗技术，近身后的勾拳连摆，拳头犹如狂风暴雨般落在对手的下巴和肝脏。钻石俊俏的颜值之下，蕴藏着最坚硬的意志，即使被对手按在地上，也不忘用小拳拳反击。顶级的战力技术加上永不屈服的精神，如今的钻石早已脱胎换骨。在小鹰退役之后，轻量级再一次血雨腥风，但无论嘴炮还是钻石，经历了将近7年时间的洗礼，双方从技术到心态都已不是当年的愣头青。钻石也看淡了一切，不会把2番战当作复仇，比赛只是为了让事业更好，让自己的家人能生活得更好。UFC 257的这场对决，无论谁输谁赢，
嘴炮都会在比赛结束后向钻石名下的慈善基金会捐赠50万美金，用来帮助流落街头的妇女和儿童。就让我们一起见证2021年的重头戏——鬼量级的关键之战，侠骨柔肠的慈善之战。2021年1月24号 UFC 257一定不要错过。Let's go! 2020既然我们无法重启，那就希望再也不见。2021所有人身体健康。好了，感谢观看这一期的格斗大视野，还没有订阅关注的朋友给一个关注吧，我们下期再见。